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言。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远程统帅。远程统帅出了这么久呢，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出任何的报告，还没有说明这些统帅。主要是呢，远程统帅的玩法其实并不适合我个人去玩。不过前阵子各位应该都有收到官方的一封邮件，有讲到之后远程统帅也是会有反伤了。在官方这个改动之后，其实影响还蛮大的。在还没有改动之前呢，我教过大家作战演习要用远程的方式去攻击，你可以完全0-3过关，是完全可以达到满分，只要你的争议够高的情况。还有就算你没有去练这些远程统帅啊，只要你的小号有5队全部带远程，就可以同时间攻击集结部队，让集结部队可以在短时间内掉血。那天我跟960打 KVK 的时候呢，是雷震宁派了集结部队出来，然后我们这里用了20个小号，可以在不到1分钟之内的时间把集结队伍打到半血。然后远程队伍是完全没有受到伤害的，不过集结队伍他们只是造成轻伤而已。当官方在2月22号出了这个公告之后，远程也是一样会受到反伤。那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短片。那你们从那个影片上发现到什么问题了吗？就是他用远程统帅老虎来攻击这个暗影军团的时候，改了反伤的机制，就变成老虎掉的血比暗影军团还要来得更快。不过拍摄短片的人其实他的老虎跟玛格丽特都还没有觉醒啦。我给你们看那个影片主要是给你们知道对比之前的差别到底有多大。虽然还没有觉醒，不过我听他说老虎跟玛格丽特其实他有开了一些技能，也是有安装军器上去了。之前还没有改规定，远程统帅还没有出现之前，你随便带一个统帅用远程的方式攻击呢，几乎是0伤，带一个兵也没有问题。拍摄者呢，他是带满队的工程车去攻击的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对比。不是要你们不要去用远程统帅，而是你在用远程统帅之前先了解一下。由于现在官方改了机制的关系，就变成你的远程统帅其实必须要练上来，那官方当然会改成这样子啦。假设说官方不改的话，你们就没有那个动力去弄他的装备啊、军器啊、阵型啊，去觉醒统帅之类的，随便用一个统帅就可以用了。我认为官方之前还没有改反伤的机制呢，是因为统帅、军器这些装备全部都还没有出来，还没有一个完整体，是想要给我们这些玩家去试用一下远程到底是怎样操作的先。等后面统帅、军器、装备都已经出现之后，他们才改了这些机制。不过在官方还没有改之前呢，其实我是真的有想过要用小号去练远程统帅，但现在去想一下，远程统帅你就必须要觉醒。再来，它这个远程攻击其实并不是自动的，而是你要手动去攻击，并不是它感应到周围有哪一些队伍经过，尤其是敌人，它就会自动锁定攻击。所以说除了你要自己控制自己的账号之外，你还要控制小号，而且你小号要安装远程的时候，你要等时间，拆也是要时间。不过老实说，如果你是真的把远程统帅练起来，装备军器全部都搞定的话，确实是不错用的。而在之前的爆料我跟你们讲过，其实远程统帅的装备呢都是工程车，也就是说你的小号要带工程车是走得很慢的，看你能不能接受。再来，这个远程装备也就是工程车装备，它所需要的材料是我们平时用到的材料。我原本想说，假设它是全部用兽骨来锻造的话，其实还可以接受，但它要求的是皮、石头、木材，所以对我而言，我的大号是不可能去弄这些装备，我连自己的骑兵装备都还没有搞好。有哪一种玩家会去弄呢？除非是那种大佬，他是真的吃饱没有事情做，又或者是这些大佬他们已经弄好9套全专属全觉醒的装备，他们才会去搞这些装备。有多余的材料 OK， 这个只是材料的部分。图纸你要怎样获得？那现在我还不知道图纸怎样获得，不过照例来讲，图纸很大概率都是通过一些活动，都是需要花宝石的，不是什么哈利波特转盘啊、炸弹活动之类的，这些都是需要消耗宝石才可以获得。那只能说唯一好的地方就是现在军器已经出现了，或许你不需要把这些装备全部弄到有专属，军器方面可以弥补，并且军器时常开出来都是工程车的三维，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这一点。不过我还是很好奇，问一下有哪些观众呢？你们是有那个能力去弄这些工程车装备？我很好奇一下。就算你别弄金色、弄紫色的装备也是一样，要用到皮、石头、木材，并且比较起金色呢，它的属性加成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的，而且它不是套装。并且我看了官方的泄露图，金色的装备它是全身都有，包括头啊、盔甲、裤子、手套、武器、鞋子。紫色的装备只有鞋子、衣服跟手套而已。
我也没有能力去搞远程统帅。我看一下有哪些观众你们是有能力去练远程统帅的，可以在之后给我知道金色跟紫色装备哪一个会更好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官方真的要推广远程统帅的话，毕竟远程统帅跟我们现在的打法其实差距还蛮大，可不可以折扣一下？就是远程统帅它用的材料呢，是我们平时的装备一半，比方说平时要用到40个材料，远程用20个材料或许就有人搞远程了。至于军器方面真的不需要太担心，毕竟拿到工程车争议还蛮高几率的不过老实说，其实我在之前准备了蛮多的骑兵验行政军器，我是真的有想过之后可能我不要野战了，就完全投入在用远程就算了。毕竟当时候也不知道远程统帅之后会出装备，而且是工程车专属，所以已经是间接性打消我的念头了。并且再加上那一天我在打这 KVK 的时候，我的队伍其实被远程统帅攻击我人在打这野战，然后有一个玩家呢就在旁边放了远程射我的队伍。这是我那天截图下来的报告啦，那你们可以看到他的统帅其实还没有觉醒，不过我的队伍是真的完全没有去打他，他这些受到的伤害纯粹是我的队伍反伤回去给他的。或许这个攻击我的玩家他也不知道改了这个机制，不知道远程统帅其实受到的伤害还会比我更多。那他射我之后全部都重伤，也就是说全部都要进医院了。虽然他带的 T2 跟 T4 比较多，但是他这里打下来呢其实还比我更伤。因为这样的原因更加打消我想要去练远程统帅的心情了。我也并不是说远程统帅有多烂多糟糕，那你们可以明显看到刚刚那个报告呢，统帅没有觉醒，没有装备，没有军器，没有任何的争议，所以才会打出这么糟糕的报告。我相信等他这些东西搞好之后，打出来报告应该不会这么难看才对。那天出现玛格丽特的活动的时候，其实我想过要氪金去拿他金头召唤，但是我没有发现到那边要氪的数量，我就买了宝石月卡跟每日特惠宝箱第2个价位。然后来看的时候，为什么我的储值好礼没有完成，过后才知道原来要7300颗宝石，这已经是很明显要抢钱了，所以我直接放弃，我不要去练这个统帅了。他们会改远程统帅的攻击机制，主要是因为怕之后远程统帅太强，而且呢远程统帅才出到第一批的统帅而已，官方有讲过之后要出紫色的统帅，之后也会推出更多的远程统帅，或许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工程车觉醒也说不定了。那目前我知道有哪一些玩家是已经觉醒了这些远程统帅呢？就是咪咪他发布在他的 Instagram 里面，这就是我所讲的那些大佬，他们是已经搞好自己的装备之后，有多余的材料才会去弄这些装备呀、统帅之类的。我们就连金头都要省着用，都不舍得丢给远程统帅，怎么可能会去搞远程统帅呢？最后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啊，你们会不会去练这些远程统帅呢？你们对于远程统帅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